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代的14 Pro， 那就是很强。但最后只是感动了自己，用了一小段的时间。其实要说起来，14 Pro 的变化远远比我想象中的大，就不全是进步就对了。说起来有点呆啊，当时为了那一点点所谓的仪式感啊，抢了个线下的首发。本来寻思着图个热闹也能早一点拿，结果好家伙，有些小伙伴的机子都已经在换机了，我的机子还没有到预约时间。仪式感可能就是多了门口黄牛注目礼的环节吧。先来简单过一下外观吧，大概就是没变化，变大了，变离谱大了。好，过完了。不过倒是有个细节，可能得我这种不怎么带壳的人才能感觉出来。这代的边框比13 Pro 锐利了一些，就只是少了一点点圆角，但是手感还是挺明显的。调侃归调侃啊，异形升级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唯独有一个升级，我怎么觉得是有点降级呢？咱们都知道这代屏幕的室外亮度最高能冲到2000尼特，确实很离谱。但是去年我夸爆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代居然又丢了。现在稍微倾斜一点，就会明显发绿。我个人猜测，有可能是加入了微棱镜技术，也不能说是个大缺点吧，毕竟安卓机们早就是这样了。但我自己会更情愿牺牲一些亮度来换取更大的可视角度。好，直接进入使用环节。如果要说 Pro 系列最膈应人的变化，那肯定就是灵动岛了。这玩意儿实际感受到底咋样，那一定是非常主观的。说它好看，肯定是有一点点过分。灵动岛这个设计，并不是苹果多么创新、多么伟大，它就是为了掩盖挖孔而做的找补。而且这灵动岛有时候还这样子灵动。我实际的感受就是，灵动岛确实是好用的，膈应人的是这个感叹号。我自己在这几天的使用过程中呢，无数次被灵动岛突然弹出来的小提示给惊喜到，比如静音的时候，上面会短暂的弹一下，倒计时的小提示，音乐的波形图标。连接耳机的小动画，上面展示的这些通知，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一些非常狗屁膏药的信息。你需要看它，但又不需要盯着它；要提示，但是又不需要弹个大窗口出来。这种小小的提示，总让我想起一些东西，比如被消息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随手就能摸到的静音键；戴着耳机想换台设备的时候，自然的接力；甚至是我正准备拆塑封的时候，突然发现它有一个小揪揪。就是这些好像不是很重要，但是又很自然而然的操作，我还挺吃这套的。关键最实际升级的就是，你看这个破 NFC， 现在它只会弹出个小窗口了，究极进化的属于是。可能有些小伙伴不知道啊，两台 iPhone 靠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神秘的化学反应。要是之后能把外卖的信息、验证码之类的也放在上面，哎，等等，这不是我们将它塞进了状态栏。这些功能确实好啊，但是讲道理，其实这些变成灵动码头不也挺好的？这次我觉得最夸张也是最意外的升级 AOD。好，我知道安卓早就有 AOD 了，高中的时候用的 Pro 6 Plus 也有 AOD， 但是14 Pro 的还真就不一样。首先，我认为这才叫所谓的全天候显示。安卓的 AOD 总结一下，可以说是手机上带了一个手表的功能，看看时间，弹个消息，顶多再显示一个音乐，就已经是天花板了。而苹果的设计逻辑完全就是按照手机来设计的，锁屏之后几乎仅仅是变暗，所有的日期、时间、通知、小组件、壁纸，甚至小横条都在。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现在居然可以直接上滑解锁了，而且完全没有卡顿的感觉，只能说太优雅了。甚至假如你开始倒计时的时候，这里会显示简略版的计时器；播放音乐的时候，这里可以显示巨大的封面，这个超帅的好吗？那这么离谱的 AOD 得耗多少电啊？答案就是比几乎全黑的三星多0.01瓦。你说这交换值不值？但这其实都还不是关键。如果看一下苹果的开发文档，就能发现，其实灵动岛和现在还没上线的实时活动是一类东西，也就是这种通知。有没有觉得这种通知其实和官方的这种倒计时特别像？虽然现在的开发文档里面还没有提到相关内容，但现在小组件已经能显示在 AOD 里面了。那假如说后面实时活动也能进到 AOD 里面，比如说外卖的进度啊、打车的进度，甚至更有创造力的提示能在息屏时显示，那就是一个质的变化。这样一来，和安卓这边的 AOD 加表盘商店的模式肯定会拉开相当大的差距。我一直认为，像很多国产厂商这样，官方一个个的去合作，体验确实高了没错，但其实是促进了一种不良的生态。发挥开发者的创造力，才是真正有活力、可持续的生态。哦对，这里插一句啊，还有一些小伙伴想让微信弹窗适配灵动岛的通知，就基本别想了哈，这不属于实时活动，苹果多半也不会允许开发者可以乱搞他们的设计逻辑。
那另一个重头戏就是这个新升级的4800万像素摄像头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根本不会期待苹果会因为这个摄像头提升多少的画质。你看12 Pro Max 当时宣传的热血沸腾，又是位移传感器，又是低光拍摄能力提升80%，最后的结果就是拍照的时间快了一点。不会还有小伙伴在期待苹果画质大跃进吧？正常来用的时候，果然画质就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也不能说是没有区别吧。13 Pro 的视频画质目前还是比14 Pro 好一点的，就连夜景也很难打过13 Pro。而且 ProRAW 有个问题，就是一旦进入修图软件，就会变成这个阴间模样。有一说一，虽然说是保留了光壁，但是我相机拍出来的原片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啊。这个更大的传感器让它的微距能力变弱了，现在大概在这个距离它就可以切换，比上一代远了不少。实际上真正的提升反而在一些没有想到的地方。2倍变焦的回归确实是意外之喜，这个视角是真的非常舒服。首先本身就是接近人眼的48毫米焦段，而且因为是用4800万像素裁切的，所以相当于一个1/4大小的小底，虚化刚刚好，拍实物手办这些基本不会出现过度虚化的情况，用了肯定是回不去了。但最关键的不是它能开2倍，现在的手机有哪个不能这样？真正的关键在于它的2倍居然是一个通用的接口，这就意味着这个2倍模式相当于是模拟出来的一个摄像头，不仅仅可以在拍照里面切换，还能在视频里面切换，还可以在人像模式、全景模式、延时模式，甚至是第三方的软件里面用这个实打实的虚拟2倍镜头。如果想又发挥出新传感器的实力，又不想存那么大的图，其实也可以用第三方的软件，比如 Normal Raw， 超采样的1200万比原生的1200万那还是清晰多了。新加入的运动模式，大白天的时候效果确实显著，而且基本不会出现抽风、拉丝这些情况。隔壁这开口喊像某人。就算不是开运动模式，普通模式的防抖也比上一代要好上一大截，我不理解。目前来说，它唯一能确定用了4800万的模式就是 ProRAW， 清晰确实是清晰，作为一台手机，这画质已经太超模了吧？甚至这个4800万像素还是带完整算法的 ProRAW， 这有多夸张呢？这是一张凌晨出去吃宵夜的时候拍的照片，它的宽容度大概是这样的，它的解析力大概是这样的。一张照片70 MB， 但我寻思着这1亿像素10bit 的中画幅相机也就100 MB， 也没大多少呀。咱们都知道 iPhone 的多镜头一致性一直都很强，在我这里用每台手机都拍了几张照片，把它们叠在一起就能看出来一致性了。这3张呢是我用12S Ultra 拍出来的照片，这3张是13 Pro， 最后这3张是我用14 Pro 拍出来的照片，夸张。看到这么多功能升级下来，感觉苹果确实是做了不少的事情啊，不负等待啊。那是不是可以推荐购买一波啦？ When you have a monopoly market share, the company's not any more successful. So the people that can make the company more successful are sales and marketing people. And the companies forget what it means to make great products. 前面说了这么多的细节，这么多的变化，都是些非常苹果式的升级，技术雄厚，软硬件生态无敌，但到头来只是感动你自己。你看这代 A16和 A15的处理器几乎可以说是原地踏步，电池大了105毫安时，也就只是抵消了 AOD 的消耗，内存丝毫没有增加，该杀后台还得杀，还搭配了双光线传感器和双屏 GPS。我没看错发布会吧？经过实测呢，双光线传感器对自动亮度基本上没啥帮助。真正让一个普通消费者用上之后，真实的感受可能是本来当然不行，按一下我就行了，那你不要按一下，你插那么一下了，插点。而跟消费者更加相关的信号，续航、处理器、屏幕反倒是变化不大。相比11的外观大改、体验优化 ，iPhone 12的5G。iPhone 13 Pro 的高刷和续航大跃进，这次14 Pro 的换代，高情商说是奠定了未来几年的基础，低情商可以说是不痛不痒，装逼又逼格不够，还低人一等，实用又没有多少变化，售价却还是卖到了8、9千，甚至是1万多的售价，只能说下次一定。而更加没有升级的14，我想就不用说了吧，何况果子，你居然还0元回收我的机器。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